Hello，大家好，我是陈嘉诚，好久没录视频了，这看这个镜头有点不习惯。那昨天我花了2000多在虚幻商城上面购买了一些素材，所以今天我录这期视频是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买了哪些素材，以及这些素材的作用是什么。那我们来展示一下吧。首先我买了是一个森林野兽系列的一个怪物，我打算把它放在迷雾地图中，当做是彩蛋吧。就可能你到地图的边界就会出现这个怪物，然后它会非常的巨大，然后你在比较远的地方就能听到它的吼叫，感觉人形的树怪比较适合放大。有压迫感，但它不会攻击你。在我的设定里面，它不会攻击你，就只是来吓你的，增加压迫感的作用。那第二个呢，是一个医疗的女性角色。这个角色我是打算说迷雾地图做一个前置的剧情，就也没有什么对话这种，就是通过几个分镜来营造一个简单的剧情。大概剧情就是一个生化实验这样子。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一个新地图的打算吧，但可能不是下一个，可能是未来的某一个。但是这一个场景它是虚幻5的，实际的项目工程是虚幻4的，所以可能我需要把整个场景在虚幻4里面重新的制作一遍，就可能要把这些模型都导出，然后导入到虚幻4里面重新上材质啊，去搭建场景啊，就比较麻烦一点。你们可以大概看一看，它是一个恐怖游乐园的一个场景。在这个场景里面来打小丑的丧尸还是挺有感觉的。我是本来打算这个地图是作为一个无尽模式，就是会有无限制的丧尸波数，你可以一直打一直打，看你能打几波，然后中途会有一些补给什么的，就也没有什么剧情，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任务，就简单的刷怪。那再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场景。这个场景其实也是为了结合迷雾地图里面的开场的剧情，因为开场的剧情可能要营造一种做实验，然后很多尸体，就还没做，但我已经脑袋里想了非常多了，有一点天马行空吧。那刚好昨天虚幻商城上面打折，我就把这些可能要用到的都给它提前先买了。然后再来是我未来可能会增加的一个场景，这是一个停车场的一个场景，它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停车场，有好几层，然后到时候渲染的氛围给它弄成晚上，有点像求生之路，我记得某一个场景就是停车场，还蛮有感觉的应该。可惜唯一不足的就是这个停车场有点太新了，就没有后末日，就是刚病毒爆发的时候，比较适合那个时候。这个场景估计我是作为挑战模式，就有简单的一些剧情，可能要打开一些装置啊，或者是拿一些补给品，然后逃离这个停车场，大概是这么个玩法吧。然后再来是一个超市的一个场景，这场景我本来是打算放在迷雾地图里面，想让迷雾地图的建筑物更丰富一点。现在的迷雾地图只有2个村庄，还有一些小的补给点，感觉地图有点太大了，那东西太少了，所以想放一个超市。就我不知道到时候放进去会不会很卡吧，因为优化确实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那这个是一个女性的动作包，我打算把主界面的女性角色的动画给它换成这种类似的，有点卡哇伊，对，它这边写的卡哇伊，你们感觉怎么样？唯一不确定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动作包给到我们角色用会不会很奇怪？比如说兔女郎啊、女仆啊来播放这个动作包，会不会有兼容的问题？穿模啊什么的就比较麻烦，要单独处理。那再来是一个丧尸包，对，就是我对丧尸还是蛮执着的，就一旦有更好的动画、更好的模型，我都想去给它进行一个修改。所以我觉得这个动作包的丧尸还是比较有那种压迫感的，包括它跑步姿势就直接像人类一样跑过来，不是像现在实际游戏里面的丧尸就是歪七扭八的过来。所以到时候替换好了，我会录个视频给你们展示一下。OK， 那再来呢，是一个也是和迷雾地图开场的剧情有关的。就这个角色我还没想好他是干嘛用的，也可能未来用不到。就我之前的想法是，可能是作为反派，也有可能是作为一个和你同伴而行的一个幸存者，因为他戴了这个防毒面罩，感觉有点像是实验室的，或者是一些重灾害地方出来的人，所以还没想好他的作用是什么。那再来这个就喜闻乐见了，那小日子过得不错的人是吧？其实我是无意间看到的，因为虚幻商城上面基本没有卖这个题材的人物，真的很少，而且这个质量看起来还可以，所以我打算把它作为一个反派，在迷雾地图的第2幕。当然今天的视频有点像画饼了，就是把我所有想到的一些想法都给你们说一下，不然真的活跃度太低了，因为现在游戏做的功能很复杂，不可能像以前一样花个几天就做一个功能来更新了，这个剧情可能制作就要花好久，而且期间可能还要不断调整，所以这个是作为反派，就是可能是这一伙人做了实验，导致这个病毒的爆发，然后让这个迷雾地图被迷雾笼罩了。这迷雾地图可能一开始不是迷雾，直到这个实验做完之后，然后产生了一些变异，导致这个迷雾地图被雾气笼罩。然后再来这个是一个女性角色的动作包，其实我蛮推荐你们去购买这个作者做的动作包，质量很高，它每个动画都会给你标注好当前的速度是多少，方便你去设置它，而且
它里面的动画类型非常多，你们感兴趣可以去点开来看一下。我给你们大概看一下，比如说都是生存类的，拿棒球棍的，然后还要拿武士刀的，拿 AK 的，拿这个 M4的散弹枪、手枪，就各种各样的它都有，用作你的生存类的角色的动作还是蛮真实的。所以我打算买这个动作包，可能未来实际教程会更新到虚幻5，到时候可能会重新做一版，会用更高质量的场景动画，还有更新的一些方案，所以到时候可以期待一下。OK，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就是丧尸的模型包，这我真的很喜欢，因为这个作者你们也可以记一下，他做的丧尸模型优化非常好，就是看起来好像面数很高，其实不会，面数不高，但是质量很高。然后他还做了模块化，这是新出的一个模块化的丧尸，里面的丧尸都是可以每个部位自由组合的，会比实际游戏现在的那个通用的丧尸质量高得多。但额外给你们分享一个点，就是本来想把丧尸做成模块化的，就它可以随机的去获得某一件衣服、某一条裤子来设置，但通过昨天的测试发现，优化是个很头疼的问题。那简单来说就是里面的模型越多，性能开销越大，所以最好的方案就是变成一个整体，不要分那么多模型。角色可以很多模型，但是丧尸那么多模型开销非常大，所以我打算可能要花很久的时间去给这些单个的部位给它组合成一个整体。比如说这件衣服能够搭配的裤子有短裤、长裤，各种不同颜色的裤子，这样搭配下来，可能我要去自己组合，可能30-40个组合都有可能变成30-40个整体，都是不同的方案。到时候我把整个模型换掉，它的性能开销会达到最优，所以这也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那再来就是刚刚前面说到的那个恐怖游乐园里面的丧尸，我打算基本都用这种小丑类似的一些角色来作为丧尸，所以这个是和那个地图结合的。那最后一个就是还是回到迷雾地图，迷雾地图的开场，快开始游戏的时候，可能角色要背上背包，然后推开门，然后进入到迷雾地图去探索，我需要有背上背包的这个动画，那刚好这个里面是有了，可以看到。那总共这些买的大概花了2300多，就跟标题说的是一样的，这个价格相比原价便宜了蛮多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下手的一个好时机，因为有的甚至打了3折、4折，还非常夸张。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大概给你们分享到这边吧。其实脑海中想做的非常多，但这几个月都停留在想，没有停留在做，希望明年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去更新更多的东西吧。那就说这么多吧，感谢能够看到这边的朋友们，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